经历了几次翻车，我家终于在2023年实现了水塔储存全屋供水。休息时间改造北山面水牢房139级，这级改造之后，终于实现了室内院外用水自由。俗话说3月4月不防虫，5月6月土上杯。今天赶在太阳还没升起之前，先给植物喷涂一遍药，预防虫害。之前院内移出来的枫树，这个季节就是最漂亮的时候。之前改造室内水管的进水管预留在这里，这次要从这个管道穿过到达山崖的位置。这根管道还是改造后院初期就预埋在这里，这次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穿过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是不会让我这么顺利的通过的。原本管道内本来有一根牵引的铁丝，但是时间长了已经锈掉了。这次只能借用穿线器，在牵引管道之前，还需要先预留一根备用的牵引线，方便之后走线。目前计划先把水塔放在山崖的高处，水管从这里上去是距离最短，且山崖更为垂直。最重要是之后新水井的位置也计划在我目前站的这个地方。靠近山崖花池内部留了一处用水点。开关预留的比较低，主要针对之后用高压水枪冲洗路面准备。去年就种在这里的这棵百年爬藤植物，这次终于有了它的用处。之后藤蔓会顺着水管爬上去，避免夏天水管暴晒。并且我还发现藤蔓有个特点，它的枝干枝叶是血红色的。爸，吃饭了。上午山崖放水管其实还算顺利，接下来这根管道才是对我的考验。这根水管要穿过下水道，看这内部结构已经劝退80%的人了。刚开始我以为会很简单，毕竟下水道宽大，水管也是硬的，穿过去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情。但我还是太年轻了，大概穿了有6米的样子，怎么穿也穿不动了。几次尝试的无功而返后，又用穿线器试一试，发现又太软，还是不行。现在又把目光放到之前预留管道内的铁丝上面，但是又发现铁丝已经锈穿了，又改用穿线器穿管道，但最终还是行不通。如今之计，只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这根线管上了。这次我拖引了2根穿线器，留1根做备用，方便之后走线。经过一系列的操作，终于把这根水管给拉通了。这根水管主要是满足之后这个区域洗衣机和室外柴火灶2处用水。
水管排好之后，就到了接头关键的位置。接头处我怕室内水压供不上，之前在废品站淘了台增压机，安装之前先通电试一试，看能不能用。测试还能正常运转之后，又看了安装说明，只能顺势安装。就在靠近墙边的位置挖了一个刚好能放下的方格。做好了增压机的方格之后，就开始接管。因为增压机之前是 PP2 管，这次要连接 P1 管，并且管的口径不一。不过好在之前有粉丝告诉我，现在有 P1 管直接转 PP2 管的接头，让我省心了很多。正当我干得热火朝天时，肉容机出现了 BU 机，明明显示是绿灯，但却没有温度。为了工程能顺利开展下去，只能拆下来做个全面检查。无意间又被我修好了，就这样直至夜幕降临。今天刚开局就遇到个难题，这个角度怎么连接成了问题，无奈只能砸墙，让水管尽可能的保持一条线。之后又借用多个接头来微调方位以及角度，最终终于接通了。现在距离通水只差最后一步接水塔了，但接管之前还需要找一处存放的地方。水塔存放的位置也是至关重要的，为此我选了一块高度超过山崖且地势平整的地方。水塔的最低排水口我备用拆地用水，并安装了角阀。出水口在连接之前还需要先抽水，测试水塔的密封以及清洗内部。做完了以上，确定没有问题之后，再做最后的接通，并且在靠近山崖边接了一处用水至之前做山崖流水的水管。这样之后，山崖流水不光可以实现鱼池内的水循环，也可以用水塔内的水实现山崖自然细水长流。这个角度刚好可以远距离看一下水塔的高度，对比房屋的高度。现在开始出水测试，有点激动。房屋用水这里设置了角阀，翻车了，千算万算没算到增压机是漏水的。先把螺丝拧紧一点，再试一试，还是没得到解决，看来是坏的。先看看室内的情况，这是2楼3个卫生间的水流，能有这样的水压应该够了。对比起来，房屋屋顶的水压就要差很多。现在看看1楼的。随后检查了所有的出水口，没有发现漏点，唯一下沉区域这个出水量非常小，可能是接管的时候烫过头了。接着又看一下山崖流水的情况，山崖流水水量一般，只有低处有水，高处水量非常小，不过好解决，在地钻个角阀控制水量就可以了。找出了问题就开始处理，水压达到了就不需要增压机，可能直接接水压更大，因为增压机这一节管道是32的，而主水管是40的。下沉区域水量小的地方也把水管换掉了。现在通水看看有没有改变。屋顶平台的水量也变大了，之前改造好的这间房间现在也通上水了。
等我接上热水，一直就可以泡澡了。就在这时，又发现一个大问题，水塔倾斜了，由于触角已经陷到泥土里面去了，就搅拌混凝土把脚给它固定住，不然刮风下雨还是个隐患。固定之后的水塔就是这样的。最后给老铁看看大家关心的仙人掌树已经发芽了，目前还不清楚今年夏天会不会开花结果。